你不会甩着2条腿去追人吧？我开车来的，可是让他给跑了。你现在连刘美娜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啊！他有同伙儿。谁呀？我没看清楚，但肯定是个男的。先上车。哎，我的车就在前面坏的。喏。美娜，你听我说，你先一个人走，我随后就去找你，好吗？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走？毕忠良会去我家找我，我现在不回去的话，毕城会有危险。你说你们俩只是搭档的，你为什么还要管他呢？我要是个薄情寡义的人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可是，我要是走了，你再也不来找我了怎么办？不会的。唐山海，你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打算跟我一块儿走？你就是利用我拿到归零计划，然后就把我丢了，对不对？美娜，我是一个军人，我必须有始有终地把我的任务完成。现在你活着是最重要的，你活下来，我们才会有生活，有爱情。听我的，你先走。山海，我为了你，我把什么都丢了，我不能把你也丢了。我求求你，你跟我一块儿走吧。还跟着啰嗦什么？老子一枪毙了他！把枪放下，我来处理。没时间了，你不会真的看上这个女人了吧？我说了，我来处理。开车！快，快点！他们来了，快走！没事吧？我们会不会死啊？我们被包围了，赶紧撤！我杀出一条血路，你们想办法走。你赶紧走，不要管我了，你走吧。你先走，走。美娜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忍着点儿。
深海，我会不会死？不会的，别瞎说。你只是伤了肺部，不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我还不想死，我要嫁给你。去过好日子，给你生孩子。我好冷，你抱抱我。我知道，我们走不掉。不会丢下你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。傻瓜。山海，你如果真心爱我，就再给我一枪。我不想死在毕忠良的手里，那会生不如死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人总会死的，我不要你跟我一起死。我已经活不成了，为我心爱的男人去死，这辈子值了。其实，我知道你是骗我的。但我宁愿死在你的怀里，也不要被你抛弃。快开枪！快开枪！不要让我有机会反悔。
走啊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走。嘿。嘿嘿嘿！人呢？楚总，有2个男的跳河跑了，召集所有的人手，给我沿着河道两岸搜。是，我去找找附近有没有他们的同谋，说不定能找到他们的车。就算把河水给我抽干了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走，快！等等，之前你跟我说，开车接刘美达的是一个男人。对，可是刘二宝说跑了2个男的。我想应该有他们的同谋负责接应他们。刘美达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。你是说处里还有同谋？先去把苏三喜和唐山给我找来，他们2个人谁下落不明，谁就有重大嫌疑。是，唐队长，唐太太，在家吗？唐队长，我钱秘书啊。唐太太，唐队长，唐太太在家吗？在。钱秘书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唐太太，唐队长在家吗？这么晚了，不在家能在哪儿啊？哦，哎呀，队里出大事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电话怎么老打不进去啊？出什么大事了？这3两句也说不清楚。你呢，赶紧让唐队长出来，跟我一起回队里啊。太不巧了，山海他病了。病了？他白天上班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就病了呢？那都是强撑着，这晚上一回家，他的头烫得都不行了。哦。晚上早早的喝了点酒就睡下了。哎呀，你这强撑着也不行啊，赶紧上医院看看吧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啊，可是他不听我的劝，他就说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。这样啊？哎呀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如果他今天不跟我回去，我在处座那边不好交代啊。钱秘书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明天一大早啊，我就把他拉起来，就去处里给处座赔罪。唐太太，不是我不相信你啊，实在是处座他再三跟我交代，说让我今天晚上务必要见到唐队长的面。你放心，我见一面就走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、啊。钱秘书，你听我说，他早早的就睡下了，实在是病了。放心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就走啊。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钱秘书，就看一眼。钱秘书，钱秘书，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钱秘书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唐太太，您别生气呀。钱秘书，你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就是不把我舅舅李莫群放在眼里。你为了给处座一个交代，就可以打李主任的脸吗？您这样说，我怎么担待得起呀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有什么10万火急的事儿，我们家山海什么也干不了了。你要不就跟我说，要么就明天早上跟他说。钱秘书，请吧。唐太太，对不住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唐太太，据我所知，今天下班，你没有跟唐队长一起回家是吗？钱秘书，你是要造反吗？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晚上处里发生了重要的情报事件，而且就是内鬼干的。只要在今天晚上找不到的人，都有重大的嫌疑。对不住了，钱秘书，你会后悔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哼，这样就想骗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半夜不睡觉干什么？唐队长，你真的病了？钱秘书，
你在我家干什么呢？没事没事，我来看看你，我来看看你。那什么，你先歇着，我先走啊。赶紧放开，赶紧放开！哎呦，唐太太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啊！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那什么，您赶紧休息吧，赶紧休息。什么事呢？等唐队长明天回到队里再说，行吗？愣着干什么？撤呀！走，您休息啊！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啊！快走啊你！多有得罪啊！哎呦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吓死我了！他们走了吗？走了。快跟我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了。幸亏你在楼下拖了他们一会儿，我才有时间从后面爬上来。那你从哪儿回来的？东西拿到了吗？刘美娜呢？她走了吗？拿到了。幸亏刚才来的是钱秘书，如果是毕忠良或者苏三省的话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山海，你真棒。对了，还没跟我说刘美娜呢。应该走了吧？为什么是应该啊？我和老陶为了掩护他，跳了苏州河。就这些时间，应该够了。怎么又是应该？山海，你一向办事稳妥，这不是你的风格。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老陶。我上岸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对沿岸进行搜捕了。我不知道老陶能不能全身而退。那要是老陶被捕了，我们明天再说吧。听天由命，明天就什么都清楚了。苏三省呢？他好像有事出去了。你现在连刘美娜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啊！他有同伙。谁呀？我没看清楚，但肯定是个男的。楚总，唐山海峡电话接通后一直听不见我声音，后来我再打一直就拨不通，一直忙音。已经去强家角渡口附近找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车辆。他们的帮手把他们送到码头之后，然后再把车开走，很正常。唐山海那边钱秘书已经去找了，扁头和曾树已经去找苏三省。如果他们回来，我马上告诉你。大半夜你就别忙活了，让他们去找吧，赶紧睡会儿觉去。算了，反正也睡不着。那个归零计划真的是被他们偷了吗？千算万算，我也没算到刘美娜是这个内鬼。这个计划到底有多重要？军统和中共地下组织的人都在找他。你说要是被他们拿到了，尹佐那个王八蛋会放过我们吗？事到如今，见人事听天命吧。楚总，唐山海呢？哦，在家呢，病了，还挺严重的，说明天一早才能回队里来。病了啊？你有见到他吗？见到了，我就为了看他一眼，还和唐太太闹得很不愉快呢。哎呀，
我是硬闯进去的。哎，楚佐，你明天一定要帮我向唐太太打声招呼，要不然他舅舅李主任那里我担待不起呀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谢谢楚佐。楚佐，已经在出事地点1公里范围之内都找了，没有找到。我让他们扩大到3公里范围。如果天亮之后还没有找到，就别找了。可能人已经死了。那看看会不会有一天尸体会浮上来。好，那我继续找了。啊，小四老，你还有闲心看书啊？要不然怎么样？再找2个人，然后开一桌麻将。你都说了，尽人事听天命，等的时候最难熬，找点事做。好，听你的。哎，你真的觉得唐山海恰好会在这个时候病了吗？看来你很怀疑他。你想啊，刘美娜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，如果她不是被男人利用，如果她不是被情感冲昏了头脑，她敢干出这样的事情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唐山海就是那个主谋？惨啊！我让苏三省派人去盯着他，结果呢，整晚。苏三省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心腹了呢？如果想要拉拢一个人，就先要假装对他委以重任，对吧？那其实就是苏三省摆了你一道。看来你更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啊！看别人笑话可是我的一大爱好呀。这次恐怕你得失望了。这个内奸十有八九，应该就是唐山海。哦，那这么说，理论上他跳进苏州河，然后游上岸，接着回家打发走钱秘书，也是有可能的。钱秘书和刘美娜走得也很近啊，那说不定钱秘书也是和他们串通好了的呢。这么听起来，这个内鬼的人数众多，队伍很庞大呀。你是不是谁都不相信啊？走，打麻将之前，你陪我去趟刘美大家。走了。老毕，哟，春宵一夜。要是通过一根头发就能找到它的主人，咱们得少费多少周折？这个人应该是个外八字，鞋长26厘米，跟我一样。把你鞋脱下来看看。怕熏着。哇，还吃牛排呢，一看就是唐山海的风格。这鞋，狡猾。什么？看上去好像就是他，但是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是他。你说他是不是狡猾？那怎么办呀？又不能铐起来打一顿。如果他要是知道他的同伙在咱们手里，那是不是他的死穴？走吧。
你昨天那双鞋呢？昨天那双葬身苏州河了。走。又有人守着。到了行动处再说。我们要小心点。谢谢。也不知道大春是不是成功撤退了。现在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4条、5条，发财。楚总，哎，山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晚上头疼发热，没来得及及时归队。您没怪钱秘书吧？没事没事，身体要紧的。我听说昨天有情报失窃，怎么回事？3万。哎，3万我碰。哎，胡啊，陈队长，给点机会嘛！哟，谢谢老毕。哎呀，又赢了。哎呀，陈队长，你给点机会嘛！报告处座，天亮抓的嫌疑人已经招了，他说可以指认内鬼。好了，正好一圈牌打完了，该干正事了。晨晨、张海、二宝都跟我来。都跟我来吧。刚好昨天晚上的加班费回来了。你是回来了，我这工资全给你了。哎呀，我去看看，你先回办公室。出什么大事了？怎么看着一点也不紧张，还打麻将呢？嗨，处座让打能不打吗？再说了，这犯人审问一点都没有进展，闲着是闲着，打打麻将，时间过得快一点。那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归零计划被盗，你知道是谁弄的吗？谁啊？刘美娜。不会吧？没想到吧？我们都没想到。我说她怎么老巴结我呢？原来是为了套情报。幸亏我没有上当，没有中她的美人计。明明是你老贴着人家美娜，又是请吃饭，又是看电影的。哎呀，唐太太，您这话可不能乱讲啊！我和刘美娜那是一般的不能再一般的同事关系啊，请吃饭和看电影就是追求她，那我追求的人多了去了。现在人抓到了吗？啊，刘美娜死了啊！在河边抓到一个嫌疑人，刚刘二宝不是说了吗？全都招了。钱秘书，你说刘美娜死了啊？中了2枪，一枪自己人打的，一枪他们人打的。我觉得吧，是他们觉得刘美娜中枪受伤跑不了了，就杀人灭口。应该走了吧？为什么是应该啊？我和老陶为了掩护他，跳了苏州河。就这些时间，应该够了。去把嫌疑人给我带来。
山海啊，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不是说嫌疑人都招了吗？拉过来指认一下不就好了？老毕的意思是说，唐队长跟刘美娜这么亲近，对于他是内鬼的事儿，你怎么看？唉，没想到啊，他就是内鬼，真的没想到。昨天晚上你们不是还在一起的吗？你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我没有啊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昨天下午，有人看你开车出了行动处，徐碧城是自己坐黄包车回的家，你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的家？你的车在哪儿？你非要让我把嫌疑人拉到你面前，亲自指认你是刘美娜的同伙吗？初座，我跟刘美娜之间是有一些风言风语在处里面传，但我还不至于傻到被一个女人利用。你真的觉得你没有被他利用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只不过昨天晚上唐队长跟刘美娜春宵一夜的滋味儿，应该还不错吧？什么春宵一夜？你说的我都听不懂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前天晚上你还想送人家结婚戒指的，我在别人面前已经帮你隐瞒了。这件事情我已经跟老毕说了。哇，你不会这么快就想跟别人划清界限吧？是不是啊？这件事情我已经跟老毕说了。前天晚上你还想送人家结婚戒指。好，我承认，我对美娜是动了心了。但人家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他接近我只不过是想跟我学习外国人那一套。他意中人是个美国人，早就打算跟人家远走高飞了。美国人？他问我西餐怎么做，西式礼仪是什么样的，我样样认真教他。结果人家呢，就是为了那个美国佬。昨天他跟我说了，如果他之前的行为让我有什么误会的话，跟我说声抱歉。我说唐队长，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你难道不应该向老毕汇报一下吗？啊？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唐山海本来想玩的女人，结果被女人玩了。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车在哪里呢？我昨天下班之后把车开到修理厂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不信可以到修理厂查。哪家修理厂？李主任的大舅子家开的，庆丰路。麻烦你把鞋脱一下。唐队长，麻烦翘一下脚。你们有必要这么怀疑我吗？哎，有机会证明你是清白的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难道非让我们找？是26厘米的鞋，不过花纹不太一样。跟你说的没错，这个人果然有点狡猾。你这么说可是太过分了吧？你看，看他生气的样子，有一点恼羞成怒的意思。我就不明白了啊！我们3个在这儿废话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不是说嫌疑人已经招供了吗？拉过来指认。
痛快。阿宝，把人带过来。是。我说唐队长，别演了，要不就招了吧。喂！楚佐，您紧张了？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我的同伙，您引枪毕露，跟银佐先生交代。楚佐，人带来了。老毕，别开玩笑了，人家唐队长已经表决心了，别再开玩笑，一会儿人家翻脸了，李主任那边你也交代不过去啊。山海，开个玩笑啊，瞧给你吓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晚上我请客，我亲自向你赔罪好吗？楚佐，您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。报告，楚佐，苏三省回来了。哎，我们得去开另外一个大玩笑了。哎，好了，走了，哎，走。起来吧。谢二伯哥给机会演戏。哎呀，苏姐，姐没事吧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吃药，快拿点水来。快点水。李小姐，你说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跟苏姐刚吃完喜酒，一出门就碰上一男的。那他说早上那小哥吃坏肚子来不了了，非要拉着我跟苏姐回城。你看你也不认识人家，你怎么好跟陌生人？就是啊，又不认识的。哎呦，我这脑子哪能想得了那么多呀？我就想啊，也就那小哥还有苏队长知道我们去松江了，其他人也都不知道啊。是啊，别人都不知道。是啊，别人都不知道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就赶着那牛车。哎呀，我的腿啊！他就赶着那牛车拉着我们跑。牛车？牛车你也敢上啊？苏队长再怎么也不能派牛车接你们啊！你这脑子想一想嘛。我想清楚啊。我也是这么想了一下的，但是吧，苏姐她
他晕车呀，他吐了一上午呢。我就想，可能是那小哥心地善良，特意换了一个牛车拉着我们跑，也有可能的。哎呦，他怎么这么想？那后来呢？哎呦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后来啊，他就越跑越偏。我就问他，哎，这条路好像不是我们早上来的那条路吧？然后他就说，对，这是近路。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啊，我就看这天啊都快黑了，这怎么就进了蛇山了呢？都进了蛇山了啊！我跟你说，然后我就叫他赶紧给我停车。这一下他露出了凶相了，可凶了。他就说，我看你们穿的也都挺好的，一看就是城里来的人，肯定特有钱吧，就跟我们要钱的。给了吗？给了呀，能不给吗？2个大包裹都给他了，我就拉着苏姐，赶紧我们就往山里跑。我一不小心就滑到山底下去了。哎呀！哎呦，还好我们没有摔晕呢，只是伤了膝盖而已。我就赶紧躲起来，躲进山洞里了，可黑了，都悬的，就是呀。李小姐，喝点水。我跟你说，还有狼叫呢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幸亏我比他们先找到你们，你们能活着回来就已经很幸运了。可不是嘛，幸亏有了小南，机智又勇敢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我这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哎呀，我再压压惊。哎呀，给我接点凉水，太烫了。那，你们掏了之后，他有没有追过来？有啊，还追过来了，紧着喊了，叫我们。劲儿讲。然后还有狼叫，天，哎呀，太惊险了。别提了，可吓人，可惊险了。就是。后来呢？出走。我让你盯着陈深和唐山海，你人呢？对不起，出租。因为佳姐无意走失，三省必须得亲自把她找回来，所以耽误了正事儿。我怎么知道你是去找人，还是另有其他事情？出租，您什么意思？刘美娜另有内应，昨天晚上谁下落不明，谁就有重大嫌疑。唐山海一直跟刘美娜在一块儿，而且我一直有派人跟着他们。你的人呢？我马上就给你找回来。不必了，你觉得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跟你复命，还有命活着吗？关键时刻擅离职守，就算你能证明自己没有参与盗取情报，我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给他们放水？出租，三省失职愿意接受任何惩罚，但关于放水一说，三省绝对不会接受。三省已经把军统整个上海区奉献给了特工总部，早就已经无路可退。我怎么会放水去帮军统或者是共党？调虎离山，一定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劫持佳姐的绑匪很可能就是他们派过去的，出做明察。腿上的伤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好疼啊！你这不提还好，你一提呀，我这腿就钻心的疼。哎呀，你这演技怎么这么差呢？怪不得是一个跑龙套的。走着去吧，去医院。你扶我一下呗。不扶。不扶是吧？好。我一会儿让苏三省背我去。昨天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？刘美娜她死了。
是你杀了他吗？我现在想安静一下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帮过你，他是无辜的。你知不知道我刚刚在毕忠良的枪口下接受审问，我刚刚死里逃生，可不可以现在不要追问我这些已经没有意义的问题了？唐山海，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！一条人命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，那什么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？已经无法挽回的事，在我眼里就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他不死，可能你就会死，我就会死，他自己也会接受审问，接受酷刑，生不如死。这样的选择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些问题了。还有一件正事，需要你去办一下。昨天上船之前，把车停在了你李哥的修理厂，你要去打点一下。你跟他说，我是9点撞完人之后跑的。如果有人问的话，为了避免麻烦，就说我6点就把车停在那儿了。好。毕忠良的保险柜里放了2份归零计划，按刘美娜的说法，其中1份是假的。但我看你只带回来1份，那另外1份呢？放在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了。你要想办法让李莫群知道，归零计划已经失窃了，这样行动处的内部一定会乱。如果他们没有任何反应的话，就说明这可能是毕忠良的诱敌之计。好，一会儿我到了李哥那儿，我想办法让他把消息传递出去。那你自己下来啊，我不管了。你说背我的。陈队长。唐队长找我有事儿。我想看看刘美娜，可以吗？点头。哎，等会儿，啥吩咐？带唐队长去验尸房。哎，看柳小姐为什么要去验尸房啊？我要嫁给你，去过好日子，给你生孩子。我不会丢下你的。有了这句话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。
山海，你如果真心爱我，就再给我一枪。我不想死在李忠良的手里，那比生不如死的。唐先生好伤心的样子，听说他跟柳小姐有点那个，难道是真的？死者为大，无论事实怎么样，我们最好还是闭嘴的好。柳小姐还那么年轻就死了，太可惜了。哎，要是我今天死了，你会不会伤心啊？伤心能够让人死而复生吗？你就跟我嘴硬吧。你放心，能够杀死你的人还没出生呢。坐好。你那天跟我求婚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的，嘴里跟抹了蜜似的。今天就像换了一个人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有一天我走在街上，有一个人问我对表演有没有兴趣，想让我去试一试，所以我就想跟你试一场戏。哎，我表演的还行吧？行，演的还特别的好。你要是去拍戏了，其他人都没饭吃了，那你就是影帝。不去，这种抢别人饭碗的事儿不好。确实是。那你现在还想让我嫁给你吗？刚才背过你之后，我改变主意了。为什么？问那么多干嘛？3件事。处长您说。第一，去李莫群大舅子的修理厂查清楚，唐山海的车是昨天晚上几点钟开过去的？是。第二，昨天晚上这一层走廊的灯是怎么坏的？什么时候坏的？明白。第三，苏三省昨天到底去过什么地方，找过什么人？是不是真的在松江？找松江那边的线人打听清楚。是。去吧。队长，阿强，我姐他们人呢？陈队长派人把您姐给送回家了。李小姐是陈队长亲自送走的，现在应该去医院了吧？我昨天派去跟踪唐山海那2个兄弟还没回来。没呢。你去给我把曾叔找来。是。我就说吧，你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。说正经的啊。你要是想用苏三省气我呢，第1次管用，第2次我可就直接教训你了。那你说说你要怎么教训我呗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喂，别忘了，明天带我去医院换药。走了。
汪伪和日本人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，从这个基地培养出来的特工将被派遣打入国共两军，他们会深度潜伏，企图从内部破坏我们的组织。一旦阴谋得逞，危害极大。计划的代号我们还不知道。这个计划到底有多重要？军统和中共地下组织的人都在找他。你说要是被他们拿到了，营佐那王八蛋会放过我们吗？事到如今，尽人事听天命吧。手中的这2份计划，据说一真一假，而真的归零计划又那么至关重要，一旦实施，必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巨大的损伤。陈深一边拍着照片，一边喜忧参半，心中忐忑。他根本就无法确定这份名单的真伪，而且凭着他对毕忠良的了解，说不定他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份归零计划就是一个惊天陷阱。头儿，这些电线怎么了？有人故意剪断的。头儿，我大概知道这是。我大概知道这是谁干的。谁？曾树。昨天你睡着以后，我看见曾树鬼鬼祟祟的上楼，我就跟上来了，发现他趴在你办公室门口，不知道干啥。可是这时灯已经坏了，会是谁干的？这事儿你还跟别人说过吗？我还没说完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把他骂完之后，他走了。后来我发现档案室的门锁是开着的。开着的？刘美娜在吗？刘美娜是后头来的，苏三行早就走了。曾树一上楼，我就跟上来了。他没时间敲锁的，你说怪不怪？接着说。当时我就想，要不要把你叫醒，告诉你这件事儿。那你为什么叫？你睡觉最怕人吵你，我怕你。我是想，这是不是苏三行给咱下的套？你想，这要是我进去了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这是咱们1分队的责任，麻烦就大了。管他呢，先把门锁锁上。要是有人在里面，正好瓮中捉鳖，逃都别想逃出来。这要是全逃，我也没进去。哎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哎，聪明吧？那这刘美娜是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刘美娜，我把门锁锁上，大概10分钟，她就来了。到底还是出事儿了。哎，头儿，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了，我这脑子不好使，我怕跟人说了之后让人利用。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。从今天以后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守口如瓶，知道吗？这你放心，我扁头的嘴你肯定放心，没问题。哎，你说，这之前锁是谁开的？敲都没敲过。这还有谁有钥匙？咱们处里除了刘美娜，就是老毕有钥匙了。我跟你说，阴谋、圈套，真的话也不能说。不管老毕想要试探谁，总之你没踩到雷就很好了啊。头儿教导的好，少说话，能保命。哎，头儿，那后来柳小姐来之后，你怎么就醒了？你这人睡觉我知道，跟猪一样。哎，你有没有试过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尿憋醒啊？
没有，我能憋住，甚好。总之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以后如果有人问你，昨天晚上楼上的线是怎么断掉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说吗？那怎么说？曾树干的。你就应该说曾树确实上过楼，但是线是被老鼠咬断的。老鼠低才能活得长。苏队，这就是昨天晚上盯着唐山海的那2个兄弟。这离刘美娜家有多远？大约2里地吧。如果是在这儿杀的人，人体中刀的瞬间肯定会留下喷射状的血迹。这绝对不是杀人的第一现场。去刘美娜家门口看了吗？看过了，去晚了。街道早已被清理干净了。天亮之后，那有急事。老奸巨猾，那姓唐的已经把屁股擦干净了。处佐吩咐的事儿，属下已经查过了。按照扁头的说法，最有可能剪断电线的人应该是曾树，他曾经摸黑上过楼。但曾树的解释却是，他奉苏三省之命来盯陈深的，可是检查电线的结果却是被老鼠咬断的。老鼠咬，咱们处理的老鼠现在都进化的像特工一样，随时随地就跑出来咬一口，是吗？处佐的意思还是人为的。曾树摸黑上楼的时候，陈深在做什么？说是睡了。接着说。修理厂那边的人说，唐山海的汽车是昨天晚上6点钟开过去的。又是一个天衣无缝。松江县人也证实了，昨天晚上苏三省确实在蛇山上找人。松江镇不少人也看到他了。这么说来的话，就谁都没嫌疑了。一只脚踏进我的陷阱，我就不信他们还能出去。办妥了吗？营佐将军跟李主任都来了，他们会不会知道这事儿了？营佐来了，我知道。为什么还带了宪兵队？一定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，向李莫群告了密。谁啊？是不是你啊？别闹！那会是谁？营佐将军，舅舅。营佐将军，李主任。毕忠良呢？营佐将军，您来之前怎么也不打电话通知我一声？营佐将军要见毕处长，难道还要事先通报吗？李主任，您说笑了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归零计划失窃了，你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是。
我原本打算查清楚此事之后，再一并给二位交代。魏处长，虽然我很欣赏你的才干，但是我也曾经提醒过你，这是一个不允许犯错误的地方。我当然明白。英佐将军，事情还在控制范围之内，我一定会找到嫌疑人，我一定会把情报找回来。只要您再稍微多给我一点时间，可以吗？放心吧，毕处长。等到了梅机关，你有的是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。告诉英佐将军谁是嫌疑人，我会替你把他抓回来。毕处长，请吧。英佐将军，请你相信我，事情可以挽回的。英佐将军，英佐将军，英佐将军，英佐将军。英佐将军，恕陈深直言，情报失窃，老毕当然有责任。但是他是最了解内情的一个人，不如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戴罪立功。陈深，你干什么？难道英佐将军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要你来教导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英佐将军要的是麻雀、熟地黄。老毕的命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倒不如让他抓住这个内鬼，将功折罪。大的胆子，陈深！你竟然敢替毕忠良说话！英佐将军，我的命就更不值钱了。您不会的。好，陈深，我敬佩你的这种勇敢和义气。但是如果你不把真正的内鬼抓出来，我是很难保证毕忠良能够活着出来。都给我听着！即日起，毕忠良被撤职查办，行动处所有事务再由总部李莫群主任代管，任何分队的行动都要听从李主任指挥。陈深，你要尽全力配合李主任，彻查此案。是。赵国豪，你走的。营佐大发雷霆。这是否意味着陈深和唐山海手中的归零计划的确有一份是真的？开会！毕忠良此去必定是凶多吉少，但陈深总觉得仿佛有哪里不对劲。毕忠良真的会犯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吗？这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，正等着他和唐山海往下跳呢？李太太，你一定要帮帮我的。你知道我们家忠良那对日本人一定是很忠心的。你说那个情报又不是他偷的，把他抓起来做什么呀？
我拜托你了，你一定要跟李主任说，让他在银佐将军面前多说说好话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去开门啊。呀，沈先生，嫂子呢？啊，来里向。好的呀，肯定是要花钞票的嘛，花多少钞票你跟我讲。哎，我等你消息的。哎，陈深，给谁打电话呢？李太太呀，我麻烦人家找日本人多说说好话嘛。他找你要钱了？不是的，是我自己要讲的。那你麻烦人家找人疏通关系，那肯定要花钞票的呀。我跟你讲，陈深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只要忠良能平安的出来。嫂子，你就是病急乱投医，我就知道我没跟你说清楚的话，你就会自乱阵脚。老毕他不会有事的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晓得的。只要是进了梅机关的人，就没有几个能活着出来的。嫂子，你求谁你也不能求李莫群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老毕和李莫群表面上看起来和和气气，可是私底下谁也不服谁。老毕越是做的努力，李莫群越是忌惮他功高震主。你说老毕要是出事儿，他简直是求之不得，他怎么可能帮你去救人呢？那我现在怎么办？老毕他还有活路吗？嫂子，有我在呢，老毕不会有事的啊。陈深，我相信你。我现在能相信的人也只有你。没事的，嫂子。你很从容，而且自信。英佐先生，您讲过了，坐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，是绝对不允许犯任何错误的。所以，我必须要自信。我坚信，麻雀和熟地黄一定会上钩。这需要英佐先生帮我准备好电讯侦缉车，我一定会将他们所有的人一网打尽。你为什么固执的只喜欢和这一种交呢？因为它有着泥土的气息。每一坛女儿红，至少会在地下埋上10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我很喜欢这种土地的味道，它能让我心里觉得踏实，觉得安心。我每天都做着太多让我无法安心的事情。英佐先生，要不要尝一尝？一个真正自信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安心的，所以我不需要的。钟良君，我虽然很欣赏你的才干，但是丑话我要说在先。如果你唱的这出苦肉计最后仍然失败了的话，我确实无法再从这里把你放出去了。是。
那天晚上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。毕忠良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他最怀疑谁？他基本谁都怀疑。其实，在他手底下做事吧，挺难的，我们都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。看来我是听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。其实吧，我觉得最值得怀疑的人应该是苏三省。毕忠良他之前是怀疑过唐队长的，但那天晚上我去过唐队长家，他确实在家呀。更何况唐队长他不是您派过来的人吗？是吧？怎么可能他是内鬼呢？至于那个陈深吧，他是和毕忠良关系最铁，但毕忠良好像也不是什么事都让他去干的，相反很多事情吧，刘二宝知道的还多点。上海，行动处的3个队长当中，谁是临时替代处长的最佳人选？我想舅舅心中应该已经有人选了。那就猜猜看，我心中的人选是谁？肯定不是我。归零计划失窃的事儿，责任重大，无论谁出任这个代处长，一旦办事不力，日本人都会怪罪下来。舅舅应该不会在这个时候把烫手山芋扔到我的手里。接着说。也不会是陈深，这个人年纪轻轻，但是城府极深，他是毕忠良的人。一旦他替毕忠良翻了盘，您一定不想看到。那你的答案，苏三省？对，苏三省野心极大，立功心切，对您又忠心。一旦他办事不力，成了替罪羊，也没什么可惜的。说对了一半。一半？当然，我是不会在这个时候让你来替代处长这个职务的。可是处长这个位置，早晚是你的，是我们家的。多谢舅舅提携。可是现在，我心中理想的人选还不是苏三省，是陈深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毕忠良老谋深算，可如今身陷囹圄。这个剃头匠他再精明，他经得过毕忠良吗？舅舅是想让陈深当替罪羊。我必须让陈深救不成毕忠良，让他给这个毕忠良陪葬。我要借着营佐的手，把毕忠良一伙彻底铲除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主任，我能不干吗？为什么不干呢？你不想把忠良给捞出来吗？想。可是，我觉得也用不着当什么代理处长吧。您做就挺好的，我连枪都拿不了，怎么当啊？真当不了。哎呀，剃头匠，你有多少本事，我心里面很清楚的。论能力，论资历，论你和忠良之间的私人情感，你是做这个代理处长的最佳人选。不能拿枪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这里用不着你去冲锋陷阵的了。多谢主任赏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唐山海和苏三省比我更胜任这个职务。太谦虚了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啊，不讨论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查到刘美娜的同谋，截住归零计划，我们才有可能跟营佐将军求情，放忠良一条生路。这是个很重的担子，一定要把它挑起来。桃儿，真让你当代处长？
我以前觉得吧，这升官是好事儿，现在我觉得挺危险的。那煤机关有几个能活着出来的？